当印度突然宣布全面禁止部分大米出口的那天，全球几十个国家的超市货架在短短24小时内就被恐慌的民众扫荡一空。但如果你当时刚好在新加坡，你会发现一个极其反常的现象：新加坡超市里的米价不仅没有暴涨，甚至还悄悄打了个折。在这个有钱也未必能买到粮的动荡时代，新加坡到底凭什么能免疫全球粮荒？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下，面对全球粮价疯涨、供应链断裂的绝境，新加坡的生存智慧到底有多绝？很多人对现代粮食安全有一个极其致命的误区，认为只要国家经济够发达，只要手里有足够多的外汇，就永远饿不着肚子。但在残酷的地缘冲突和极端天气面前，所谓的超能力往往不堪一击。当真正的粮食危机来临，那些农业大国的第一反应永远是拉起吊桥，优先保全本国国民，毫不犹豫地切断出口。在这个底层逻辑下，我们再来看看新加坡手里的底牌，你就会明白他们面临的处境有多么让人窒息。新加坡的全国陆地面积不到740平方公里，大概只相当于半个伦敦或者1/4个北京。更致命的是，这其中能够用来做农业用地的比例连1%都不到。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新加坡每天消耗的食物90%以上必须跨越重洋，依靠国际货轮运进来。这已经不是普通的粮食安全问题了，而是一个随时可能被别人扼住咽喉的绝境求生局。在过去这动荡的3年里，从俄乌冲突导致的全球小麦和葵花籽油断供，到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东南亚大旱，再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带来的各种出口禁令，全球供应链的每一次打喷嚏，按理说，像新加坡这样极度依赖进口的弹丸小国都应该得一场重感冒，甚至面临社会动荡。但现实却狠狠打了悲观主义者的脸，他们不仅没有陷入恐慌性抢购，反而建立起了一套极其强悍、极具韧性的防御系统，硬生生在狂风暴雨中稳住了国内的物价基本盘。在评论区告诉我，过去这1年里，你个人在生活中感受最深的涨价食品是什么？应对断粮危机，新加坡给出的第一套解法叫做极致的供应链对冲，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句话谁都会说，但新加坡的做法是直接把篮子分散到了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不是简单的多找几个备胎，而是一套像管理国家外汇储备一样精密的供应链对冲机制。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极端测试。2022年5月，马来西亚为了平息国内通胀，突然宣布全面禁止活鸡出口。要知道，新加坡市面上1/3的鸡肉供应全部来自马来西亚。消息一出，换作其他国家，鸡肉价格早就翻倍甚至断货了。但新加坡是怎么应对的？在禁令生效的短短48小时内，新加坡食品局迅速启动了备用供应链。他们不仅火速从巴西、美国、澳大利亚调集了大量冷冻鸡肉填补缺口，更是在极短时间内火线评估并批准了印尼的活鸡进口资质。结果就是，新加坡超市里的生鲜货架根本就没有空过，民众甚至都没感觉到明显的物价震荡。这种底气源于他们极度变态的动态战略储备和远期合约管理。在新加坡食品局的底层逻辑里，他们扮演的根本不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监管部门，而是一个操作全球大宗商品的顶级投行。他们利用大数据实时监控全球气候变化、农产品期货价格和各国的政策动向，提前在期货市场上锁定远期合约。不仅是鸡肉，再比如平时最不起眼的鸡蛋，新加坡早就把进口源拓展到了波兰、西班牙，甚至乌克兰。只要全球不是在同一天颗粒无收，新加坡就能通过这170多个窟，把任何单一国家的断供风险彻底稀释，把价格波动无情抹平。甚至新加坡政府和主权基金还会主动出击，直接投资海外的农场、食品加工厂和物流枢纽，把粮食安全的防线硬生生推到了别人的国土上。这就是典型的降维打击，用金融和供应链的绝对深度去对抗地理上的绝对劣势。
如果说全球采购是防守，那么科技就是新加坡主动出击的利刃。这就不得不提他们极具野心的30愿景，也就是30x30战略。目标是在2030年前，用不到1%的土地，生产出满足全国30%营养需求的食物。怎么做到？答案是打破常规，把农场直接搬进摩天大楼和无菌实验室。在新加坡密集的工业区里，你会看到一种极具赛博朋克感的室内垂直农场，高达10几层的种植架直插屋顶，在精准调控的紫色 LED 灯和营养液的加持下，这里的蔬菜一年可以收获10几次。数据显示，这种垂直农场的单位面积产量是传统广袤农田的10到15倍，而且水资源消耗极低。最重要的是，它100%不受台风、暴雨或者干旱的影响。不仅如此，新加坡在颠覆传统农业的道路上走得比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要激进。2020年，新加坡做出了一个震惊全球农业界的决定，他们成为全球第一个正式批准实验室培养肉上市的国家。当欧美国家还在为了人造肉的伦理问题争论不休时，新加坡已经把培养皿里长出来的鸡肉端上了高级餐厅的餐桌。他们看得很透彻，既然土地注定无法扩张，那就像天空要空间；既然没有牧场养牛养鸡，那就像细胞要蛋白质。除了垂直农业和人造肉，他们还在大力发展海上封闭式水产养殖系统，用科技手段把养鱼的存活率和产量拉到极限。这套组合拳背后，其实隐藏着新加坡更大的终极野心。他们不仅仅是为了自我保命，实现自给自足，更是试图将自己打造成全球农业科技的硅谷。通过制定替代蛋白和垂直农业的技术标准，新加坡想用技术输出去换取未来世界粮食格局中的话语权和霸权，用科技重塑规则，这就是新加坡的生存哲学。你愿意尝试实验室培养出来的人造肉吗？把你的真实想法写在评论区，我们一起探讨。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新加坡用一套极其硬核的组合拳告诉我们，粮食安全从来就不只是种地的问题，它是一场融合了地缘政治、金融对冲和前沿科技的超级博弈。一个先天条件极度恶劣的岛国，硬是靠着极度的危机感和超前的战略布局，在全球粮价的惊涛骇浪中稳如泰山。这不仅是国家层面的生存智慧，对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每一家企业来说，同样是降维打击级的启示。当你身处劣势，不要抱怨环境，而是要去重构规则。在逆全球化的狂飙中，谁建立了最强韧的冗余系统，谁就握住了未来的生存底牌。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启发，请务必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提醒，把这条视频分享给身边需要的人，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思考。